提到性侵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高大魁梧的施暴男，弱不禁风的受害女子，施暴者耀武扬威，受害者凄凄惨惨。但你一定想不到，一名英俊帅气的男子也会被性侵。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被一名娇柔女子施暴。曾经在俄罗斯发生过一起女子暴力性侵男子的惨案。一名叫维克多的男子，因生活困顿，经过多次观察，他决定抢劫一名叫欧尔加女子开的理发店。原因有二：一是因为老板娘和客人都是娇柔的女性；二是因为这家店在郊区，离警察局较远。有天晚上，维克多带着一把手枪闯进了理发店，向在座的客人打劫。大多数客人都吓得浑身发抖，乖乖交出了钱包。唯有欧尔加很镇定，劝维克多冷静，并告知他，收银台上的现金随便取。看着老板娘娇小柔弱的样子，维克多放松了警惕，准备拿钱离开。而此时，只见欧尔加出手敏捷，动作迅速，不到2分钟就将其牢牢控制，令维克多动弹不得。原来，欧尔加是空手道和跆拳道高手，从小练就的本事，今天算是派上用场了。然而，正当客人们为之兴奋时，欧尔加却有了另外一番心思。其实，早在维克多进店打劫时，他就瞄准了这位帅小伙，并有了不轨之心。等客人离开后，欧尔加将维克多拖入地下室，并给他2个选择：要么将他交给警察局，要么和他大战300回合。为了避免牢狱之灾，维克多还是选择了后者，并天真的以为自己也不算吃亏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接下来的日日夜夜，他将面临生不如死的折磨和摧残。维克多接受条件后，在欧尔加猛烈攻势下，迅速完成任务。维克多本以为任务结束，可以脱离虎口，可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。意犹未尽的欧尔加，第2天买了几盒快乐药回来。无力应战的维克多恳求放过自己，却遭到欧尔加的拳脚伺候。无奈之下，维克多只能吃下药丸满足欧尔加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，维克多饱受肉体和心灵摧残，彻底成了欧尔加这个女魔头泄欲的工具。好在3天后，欧尔加厌倦了维克多，决定放他走。为了表示歉意，欧尔加还给了他1500卢布买保健品补身体。彼时的维克多浑身是伤，面如死灰，内心充满了屈辱和不甘。于是他决定报警。最终，维克多因抢劫行为锒铛入狱，欧尔加也因性侵受到惩罚。诚然，维克多抢劫在先，罪有应得，已付出代价，但他受到侵犯却被网友们嘲笑，这男子也算因祸得福吧，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把他人的痛苦当成笑话。然而生活中，男性被性侵并不鲜见。在英国，曾经有一名叫娜塔莉的女子，性侵一名男子长达40分钟。某日，娜塔莉看上了年轻帅气的一名男子，将其带入家中，强迫他跟自己发生关系。男子不从，娜塔莉便以告他性侵来威胁。不得已，男子只得乖乖听话照做。娜塔莉是 SM 性虐恋爱好者，不仅用各种手段玩弄男子，甚至对他使用了 SM 玩具。之后，男子连续18次求饶声，更加让他兴奋。最终，这场长达40分钟的侵犯虐待，不仅让男子遍体鳞伤，内心更是羞愤不已，身心都受到极大重创。事后，他马上报警，控告娜塔莉侵犯自己。最终，娜塔莉被判处16个月监禁，缓刑2年，并在污名册上登记10年。事件曝光后，很多网友认为，这名男子真是艳福不浅啊。然而事实上，男性受侵犯的伤害并不低于女性，他们有的会因此身体受损，失去性能力，而有的甚至走不出受害的阴影，早早结束生命。前段时间曾发生过在洗浴场，3名女子轮流侵犯一名年轻男子，致其性功能丧失。19岁的杨某在一家洗浴中心打工，一天，店里来了3名打扮时尚的中年女子，她们开了一间包厢打牌，要求杨某为其服务，并让杨某喝下一罐饮料。没想到，喝完饮料的杨某瞬间晕了过去。随后，3名女子轮流和杨某发生性关系，时间持续了2小时之久，直到杨某突发性休克，3人才停止恶性，并紧急将杨某送往医院。
虽然杨某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终生失去了性能力。还有，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，在7岁时被一名男子性侵，性侵整整持续了6年，直到13岁才结束这场噩梦。然而，侵犯造成的心理阴影一直伴随着他长大。尽管他试图用音乐治愈自己，可最终还是失败了。2017年，他在家中上吊自杀，结束了短暂的一生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曾报道，无论遭遇哪种性侵方式，男性平均需要26年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经历，而有的人用了一辈子也走不出来。除此之外，最可怕的不是性侵的痛苦，而是全社会的人都认为那是男性的一种福利，而这种2次伤害让受害者更加痛不欲生，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，直到完全被黑暗吞噬。BBC 纪录片《男性性侵打破沉默》片中曾披露了一组骇人的数据：每个小时约有8名男性遭遇性侵，1/6的男性被性侵过，而施暴者有男有女。2013年，广东省发布的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分析报告显示，无论是高中、职校、大学，每100个男生中就有2到3个有被迫的性行为。性侵之恶没有性别之分，暴力之下谁都有可能是受害者。而对于此，作为受害者，勇敢站出来，才能将施暴者诉诸于法律，震慑企图行恶之人。前段时间，一名年仅22岁的男孩在某社交平台自曝被46岁的驾训班教练性侵。事发当天，男孩被教练带到了偏僻的地方练车，荒郊野外，加之男孩身体不适，无力反抗，就这样，教练对他实施了不轨行为。事发后，由于身体不适，男孩洗了澡，因此没视频、没音频、没照片。最终，施暴教练得到拘役15天的处罚，并被驾训班开除。然而，性侵对于男性来说难以启齿，这时亲人帮助就十分重要。前段时间，一位妈妈在微博上爆出自己儿子被男性老师性骚扰，语言露骨、低俗下流。这位妈妈表示，由于认识这位老师时间长，加之又是男性，因此放松了警惕。没想到男老师如此变态，她希望将事件公布出来，提醒家长们注意。这位母亲的做法得到了网友的夸赞。当我们能站出来指出一个坏人，就有可能预防下一个受害者。事实上，对于性侵事件来说，不论男女，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，理应得到同样的安慰和同情。我们关心女性受害者的同时，也同样尊重男性受害者，而不是嘲笑和质疑，让每个施暴者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才是我们最该做的。与人善言，暖于布帛；伤人之言，深于狱己。愿我们对于每个受害者，都能善言相待，温暖相拥，如此成为一束光，照亮他们前行的路。